一起来看精彩短剧《一品列罪师》故事解说。全国顶尖的犯罪画像侧写师沈振安离世，业内众人无不惋惜。他一生深耕刑侦画像领域，为抓捕连环凶犯画皮耗费了无数心血，立下诸多功劳。另一边，现代时空里，身为侧写高手的叶然躺在重症监护室中，意识渐渐消散。恍惚间，他听到了凶手画皮狂妄的低语。画皮坦言自己肆意残害多条人命，却成功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如今更是意外穿越到全新的时空，能够摆脱叶然的追查，继续开启自己的杀人游戏，肆意作恶。嘲讽叶然是永远赢不了自己的手下败将。剧烈的眩晕过后，叶然彻底清醒。他猛然发觉自己身处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全然不是现代的医院病房。他心中满是震惊。方才他还身处重症监护室，转瞬便跨越时空来到此处。这场极限穿越险些让他丧命，若是晚一秒睁眼，或许便是万劫不复的结局。还未等他理清现状，周遭的变故骤然发生。他瞬间带入了这具身体原主的身份沈星墨，也译作沈旭墨。沈旭墨。深夜的画院之中，突发命案，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扰得众人不得安睡。2名画院弟子撞见了行凶现场，当场锁定沈星墨为凶手，笃定是他出手杀害了同门许师兄。2人看着眼前手握画笔，看似文弱的沈星墨，满心愤恨，感慨他仅凭一双握画笔的手，却因贪念接连残害2名同门，心性狠戾至极。随即开口询问身旁的赵叔，商议该如何处置这名凶手。一旁的赵大人见状，只淡淡感慨穷苦最易滋生恶念，这般行径看似不足为奇。而重生穿越，继承了顶尖刑侦能力的沈星墨，瞬间理清了原主的遭遇。原主恰巧撞见蒙面凶手行凶，险些被对方灭口，如今反倒被众人当作凶手定罪。他心中瞬间明晰，一旦被官府收监，等待自己的必然是屈打成招，最终含冤认罪，彻底陷入必死的死局。就在官兵准备将沈星墨抓捕归案的关键时刻，沈星墨立刻开口叫停，郑重告知众人，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自己并非行凶之人。在场的官员闻言满心疑惑，全然不信他的辩解。沈星墨随即镇定自若地解释，自己方才与蒙面凶手对视，清晰看清了对方的眉眼样貌，可以当场将凶手的模样绘制出来，以此自证清白。在场的人听闻此言，纷纷面露质疑。众人都认为案发现场除了沈星墨再无他人，他这般说辞不过是黔驴技穷，只是想要拖延办案，逃避罪责罢了。还有人当即指出沈星墨话语中的矛盾，他方才还说只看到凶手半张脸，如今却扬言能画出完整样貌，认定他是随意编造谎言，想要随便画一个陌生人蒙混过关，洗脱罪名。面对众人的质疑与嘲讽，沈星墨没有慌乱，有条不紊地向众人讲解人体五官与骨相的关联逻辑。他解释道，人的五官存在固定的逻辑关联，眉骨决定脸型轮廓，眼型影响五官整体比例。他结合方才所见，精准描述出凶手的样貌特征：眉峰锋利，眉骨突出，由此推断凶手下颌线硬朗；眼型偏长，眼窝深邃，对应鼻梁挺拔，鼻翼偏窄，眼尾上挑，搭配独特的眉骨形态，颧骨偏高，整体脸型方正。凭借这些特征画出的画像与真凶至少有70%相似度。为了彻底佐证自己的骨相推断并非空谈，沈星墨当场以在场2位大人为例，精准推演2人的祖上籍贯。他先看向一位大人，凭借对方平缓的颧骨、稍显突出的颧弓、饱满的面中、不突出的眉弓、偏低的鼻骨起点、偏大的鼻翼，以及圆厚的下巴、肥厚的嘴唇等骨相皮相特征，判断其祖上是湖广人士。精准的判断让这位大人无比震惊。紧接着，沈星墨又观察另一位大人的面相，根据对方偏宽的面颅、偏长的脑颅，以及眉骨额结节点与眉弓最高点相近的特征，判断出其祖上是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后裔，籍贯大概率在辽西一带。这番精准入微的骨相推演，让在场众人惊叹不已，纷纷感慨他的眼力堪比精准良具，也彻底印证了他此前的画像推演并非虚言。即便沈星墨拿出了有力的推演依据，在场官员依旧不肯采信，直言办案遵循5厅断狱的规矩。如今人证、物证、行凶结果全部指向沈星墨，他无从狡辩。沈星墨当即从容辩驳，逐一列出证据证明自身清白。首先是尸证，死者背部中刀，刀口平直，入肉深达3寸，能使出这般力道的人必定力气极大，而自己常年握笔作画，手腕力道轻柔，根本无法刺出如此深重平直的伤口。其次是血迹证据，死者遇害后出血量极大，若是他行凶，身上必然沾染血迹，
但他的衣衫干净无半点血渍，完全不符合凶手特征。最后是人证问题，2名弟子仅仅是看到他出现在案发现场，并未亲眼目睹他动手行凶，仅凭现场出现便定罪，太过草率片面。一旁的陆大人听了沈星墨的层层分析，心中已然觉得他所言颇有道理，心生迟疑。但老练的赵大人依旧态度强硬，认为罪犯绝不会轻易认罪。这番说辞只是狡辩，当即下令将沈星墨带下审讯，打算逼其招供，早日结案。沈星墨并未就此屈服，转而向众人询问，得知画院此前还发生过一起命案，瞬间断定这并非单独个案，而是同一地点接连发生的连环命案。凶手并非为劫财行凶，而是有预谋的刻意作案。众人闻言纷纷驳斥沈星墨，当众细数他的疑点，直指他穷困潦倒，常年酗酒，生活落魄不堪。此前还被2位同门师兄出言数落，定然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拥有充足的杀人动机，是最可疑的凶手。面对众人的指责，沈星墨没有辩解无用的动机之争，而是仔细观察死者身上的伤痕，发现死者面部的划痕边缘平整，没有任何生理愈合的痕迹，由此锁定了关键线索。沈星墨当众公布自己的推断，凶手必定是画院周边的住户，且存在言语不便的缺陷。众人满脸不解，无法理解死者身上的划痕与凶手言语障碍之间的关联。沈星墨耐心解释，凶手能够精准偷袭，一刀毙命，足以证明其对画院环境极为熟悉，必定是周边熟人。而死者面部的多处划痕，并非劫财所致，而是凶手刻意为之，带着强烈的发泄意味。可见凶手并非贪图钱财，而是对样貌俊朗之人心存极度的怨恨。沈星墨进一步细致推理，凶手心存容貌怨恨，要么自身样貌丑陋，身体残缺，要么存在隐秘缺陷。但从凶手迅捷的行凶动作来看，其四肢健全，行动无碍，排除外在肢体缺陷，问题必然出在眼、耳、口、舌等内在感官器官。他逐一排除，眼盲无法精准行凶，嗅觉、味觉缺陷不影响作案，耳聋则无法听到他人嘲讽，自然不会心生积怨。最终锁定凶手唯一的缺陷言语不便，大概率是口吃或哑巴。官府依照沈星墨的推断，在画院周边排查，果然找到了一名样貌与画像高度契合的货郎。即便找到了匹配画像的嫌疑人，依旧有人质疑，仅凭样貌相似无法定罪，样貌相似之人不在少数。沈星墨随即道出关键疑点，若凶手只为劫财，一刀毙命便可脱身，无需多此一举在死者面部留下发泄性划痕，这足以印证凶手的作案动机是容貌怨恨，而非求财。众人当即对这名货郎当众质问，逼迫其开口说话。货郎被逼无奈开口辩解，果然暴露了严重的口吃缺陷，说话磕磕绊绊，语无伦次。众人震惊不已，纷纷询问沈星墨为何能精准预判。沈星墨继续解释，口吃之人常年因说话缺陷被他人嘲讽、欺凌，心中积满怨怼，久而久之便容易滋生极端恶念，最终酿成血案。为彻底敲定铁证，沈星墨指出了最后一处关键线索：凶手持刀行凶时，虎口会因用力握刀，刀刃回划留下专属伤痕。众人立刻查验货郎虎口，果然发现了新鲜的刀伤痕迹。证据确凿之下，这名口吃货郎终于无从抵赖，承认了自己的杀人罪行。官府当即下令将真凶抓捕归案，成功侦破此案。案件告破后，在场官员对沈星墨刮目相看，忍不住感慨他拥有过人的查案天分，身怀出众的刑侦本领，却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落魄画师，实在是大材小用。而沈星墨内心却十分清醒，他深知穿越而来的连环杀手画皮依旧逍遥法外，对方擅长隐匿行踪，接连作案，想要在偌大的时代追查此人，无异于大海捞针。他必须主动争取入局查案的资格，才能主动追踪画皮的踪迹。心念既定，沈星墨当即向2位大人提出请求，希望能够学法入幕，进入县衙担任幕僚，协助官府查案。这番请求引来众人的哄堂大笑。在场众人都知晓沈星墨是松江县内出了名的潦倒之人，从未参加过科举乡试，整日流连酒肆，酗酒度日，无所事事。众人都嘲讽他是穷疯了，异想天开，认为他连县衙扫地、打杂的活计都难以胜任，方才破案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纯属侥幸。面对众人的嘲讽，沈星墨从容不迫，道出自己的核心优势。他表示，官府缉拿凶犯大多依靠户籍保甲、悬赏连坐、文书记载等传统方式，而凶案现场的嫌疑人画像往往模糊不清，极大增加了判案难度。而精准的人像画像能够大幅提升缉凶效率。他还引经据典，搬出战国秦简封诊式的贼死篇，
后汉书》张简刊章讨补的典故，佐证画像鸡凶自古有之，切实有效。一旁的陆大人查阅典籍后，证实了沈兴墨所言属实，并非凭空杜撰。沈兴墨更是自信坦言，只要由他负责绘制嫌疑人画像，松江县的破案率至少能提升30%。陆大人被他的能力与底气打动，心生惜才之意，告知沈兴墨，大晋律法中确实有学法入目的规矩，未通过科举之人，可通过研习律例，掌握查验本领，成为刑名师爷。只是当地从未有非举人出身的师爷先例。最终，两位大人商议后，给了沈兴墨半年的考核期限，让他潜心研习律例，学习师商查验的相关本领。半年后通过县衙考核，便正式聘任他担任刑名师爷。但沈兴墨更为自信，主动将考核期限缩短为3天，承诺3日后前往县衙接受考核。离开县衙后，一名画院的丫鬟悄悄跟上沈兴墨，主动上前关心他的处境，询问他近日险些被官府抓捕，是否安然无恙。沈兴墨这时才留意到这名丫鬟，发现她脸上的丑陋痕迹并非天生胎记，而是刻意涂抹的染料，心中疑惑她为何刻意扮丑遮掩容貌。丫鬟并未过多解释，只是告知沈兴墨，自己按照他此前的叮嘱，辛苦研磨出了特殊矿石颜料，随后便转身离开。两人短暂交谈的场景被画院的2名男弟子尽收眼底，二人当即出言嘲讽，调侃沈兴墨与这名扮丑的丫鬟是天造地设，绝配一对。他们鄙夷丫鬟整日辛苦研磨颜料，享受着丫鬟的劳作成果，却转头肆意诋毁，出言羞辱。沈兴墨见状，当即挺身而出，厉声斥责二人忘恩负义。丫鬟耗费心力打磨颜料，供他们作画使用，他们却衣食无忧后肆意嘲讽诋毁，毫无德行可言。2名弟子被当众驳斥，恼羞成怒，开始嘲讽沈星星如今痴心妄想，做着成为刑名师爷的白日梦，不过是想吃软饭，攀附他人。若是没有真本事，就立刻滚出画院。画院并非收容乞丐的地方。沈兴墨不愿与众人争辩，坦然转身离开画院。独处之时，沈兴墨再度梳理思绪，他愈发笃定，梦境中穿越而来的连环杀手画皮，绝不会就此销声匿迹。此人嗜杀成性，必定会再次作案，留下蛛丝马迹。同时，他心中生出疑虑：画皮的穿越现身，是否和原主沈兴墨存在某种未知的关联？他暗自决定，必须尽快站稳脚跟，掌握查案实权，才能追查真相。就在此时，一阵喧闹声传来，邻居孩童小石头哭喊着求助，告知沈兴墨有人上门强行搜查自家。沈兴墨立刻赶去查看，只见几名壮汉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欺凌孩童，强行闯入民宅翻找东西。壮汉们直言，小石头的父亲张大欠了陈老爷家的银两，如今人跑路失踪，债务无法抵消，逼迫小石头交出家中值钱物件抵债。小石头急忙辩解，父亲是前往陈老爷家做工，已经半个月未曾归家，并非欠债跑路。但几名壮汉全然不信，态度蛮横，执意逼迫孩童交出财物，言语间更是暗示张大概率已经遭遇不测，永远无法归来。沈兴墨当即出面制止，斥责几人私闯民宅，欺凌弱小的行径，直言要带他们前往县衙对质。壮汉们仗着背靠松江有权势的陈万才陈老爷，气焰嚣张，全然不将沈兴墨放在眼里，直言就算县太爷前来，也要给陈老爷3分薄面，肆意威胁恐吓沈兴墨。沈兴墨毫无畏惧，抓住几人话语中的漏洞，得知张大半个月前就在陈老爷手下做工，如今无故失踪，当即表示有理由怀疑张大的失踪与陈万才脱不了干系，坚持要带众人前往县衙查清真相。几名壮汉忌惮官府，只能撂下狠话后悻悻离去。待众人散去，沈兴墨温柔安抚受惊的小石头，仔细询问张大失踪的细节。小石头告知，父亲离家前曾说外出赚大钱，短短几日便会归来，还会给自己买吃不完的糖葫芦，从未有过离家半月不归的情况，心中十分惶恐。沈兴墨心生不忍，郑重承诺一定会帮他查清父亲的下落，找回张大。小石头听闻后满心欢喜，随即想起父亲的叮嘱，匆忙跑去院子里铺鸡窝的稻草。次日，距离约定的3日考核期尚早，沈兴墨便主动前往县衙，请求面见2位大人，为张大失踪一案立案调查。2位大人十分诧异，疑惑他为何提前前来，同时告知沈兴墨，他与张大非亲非故，没有资格代为立案，且成年人外出做工逾期不归实属常见，若是此类小事都要立案，县衙早已不堪重负。沈兴墨却直言张大失踪一事疑点重重，绝非普通失联，大概率牵扯重大案件。官员再度驳斥他，直言他尚未通过考核，并非县衙师爷。
无权随意论断案件，胡言乱语。沈星墨当即提出折中方案，希望大人能以当下羁押旧案对自己进行考核，只要自己能成功破案，便聘任他为刑名师爷，同时为张大失踪案正式立案。两位大人随即应允，在场官员纷纷出言嘲讽，认为沈星墨不自量力，连律法典籍都未曾通读，妄图破解县衙羁押的疑难旧案，简直是痴心妄想。沈星墨信心十足，主动挑选下羁押已久的绸缎商刘员外被杀旧案。众人连忙告知此案早已定罪，凶犯郑三已经认罪伏法，是板上钉钉的铁案，质疑他无端翻案，肆意胡闹。沈星墨当众断言，此案是彻头彻尾的冤案，郑三并非真凶。面对众人的质疑，他有条不紊地列出证据。他指出，当朝司法虽要求结案须有犯人口供，无口供不得定罪，但口供极易通过严刑逼供获取，弊端极大，诸多冤假错案皆由此产生。随后他对照卷宗记载，案发当夜，丫鬟春兰亲眼目睹凶手出逃，描述凶手眉骨高、唇薄、下颌方正，而卷宗中郑三的体貌记录为嘴唇厚实、下颌圆润，二者特征完全相悖，足以证明郑三并非真凶。为锁定真凶，沈星墨依据卷宗记载的凶手体貌特征，结合人体骨相五官逻辑，精准推演绘制出真凶画像。他根据凶手高眉骨、深眼窝、高鼻梁、薄唇、方下颌、高颧骨的特征，完整还原出嫌疑人样貌。县衙内一名熟悉市井人情的小人当即认出，画像之人正是城南永昌当铺的掌柜钱四。即便证据指向明确，赵大人依旧心存迟疑，认为仅凭画像相似无法定罪，大概率只是巧合，不足以推翻已定铁案。沈星墨并未强求即刻定罪，只恳请官府传唤钱四到案问话，核实真相。官府随即派人前往传唤钱四，同时沈星墨又挑选了富商王德才家中失窃的悬案作为第二项考核内容。这桩盗窃案搁置已久，全程没有捕捉到贼影，没有有效线索，众人都认为无从查起。沈星墨却从卷宗细微记载中锁定关键。案发当夜，更夫在远处目睹贼人侧颜，记下对方高颧骨、高鼻梁、尖下巴的特征，且贼人翻墙逃离时留下了独有的回字形鞋印。沈星墨分析，夜间紧张状态下，目击者对人物局部特征记忆更为精准，可信度极高，而回字形鞋底是码头搬运工人的专属鞋款，由此锁定排查范围，只需在码头寻找符合体貌特征的工人，便可抓获窃贼。就在众人惊叹于沈星墨精准的破案思路时，前去传唤钱四的衙役匆匆归来禀报。钱四在看到官府带去的画像后，当场脸色惨白，惊慌失措，借口进屋收拾，便闭门不出。待衙役破门而入时，钱四已经畏罪上吊自杀。一张画像直接逼死真凶，彻底印证了沈星墨的刑侦能力。在场众人彻底信服，再也无人质疑他的本事。两位大人当即兑现承诺，正式聘任沈星墨为松江县衙刑名师爷。沈星墨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再次恳请两位大人为张大失踪一案正式立案调查。事到如今，两位大人不再敷衍，坦言近期松江县接连发生失踪案件，算上张大一共5起，这些失踪案或多或少都与万倍山有关。沈星墨立刻察觉一点，5起失踪案绝非偶然，且多与万倍山挂钩，必然暗藏隐情。当即询问官府是否派人前往万倍山核查过真相。赵大人闻言，直接制止了此案的调查，明确告知沈星墨，万倍山一案无需再查。沈星墨满心不解，追问为何有报案、有失踪人口，却拒不查案。一旁的同僚悄悄拉住沈星墨，私下告知其中缘由。原来万倍山是松江县的禁山，在当地传言邪性至极，民间流传山中存在名为辈的邪物，不吃人肉，不饮人血，专门吸食人的魂魄。凡是进入万倍山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有去无回。失踪者最终被发现时，血肉都会与泥土融为一体，死状凄惨诡异，连从业多年的仵作都不敢查验尸体，生怕招惹祸端。众人都劝沈星墨放弃追查，官府不查此案，并非刻意推诿，实则是为了保护他的性命，避免他招惹山中之邪祟。但沈星墨全然不信鬼神之说，他笃定世间并无妖邪，所谓的山鬼传说，大概率是凶手刻意编造的谎言，用来掩盖连环杀人、掳人失踪的罪行。越是众人避讳，官府禁止追查的地方，越是藏着案件的真相。因此，他愈发坚定了彻查万倍山失踪案的决心。深夜，沈星墨再次见到独自在家、惶恐不安的小石头。小石头年幼懵懂，听闻山中被妖传说，误以为父亲真的被妖物所害，满心悲伤恐惧。沈星墨温柔安抚孩童，刻意编造说辞，
告知他山中被妖看似吓人，实则胆子极小，只要大声呵斥便会仓皇逃窜，根本不敢伤人，更不会伤害体格健壮的父亲，以此安抚小石头不安的情绪。安抚好小石头后，沈星墨找到陆大人，主动坦诚心意。他得知陆大人为官随性，并无远大抱负，官职是家中捐资所得，只因缺乏亮眼政绩，无法完成调任，才一直留在松江县。沈星墨当即向陆大人做出承诺，自己会尽全力侦破悬案，积累政绩，帮陆大人顺利完成调任。同时提出2个交换条件，第一便是彻查万倍山连环失踪案，第2件事暂时保密。陆大人思索过后，欣然应允了他的条件。故事至此，新的悬念悄然埋下。万倍山的诡异传说，连环失踪的真相，穿越凶犯画皮的踪迹，依旧等待着沈星墨逐一探寻破解。